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身体其实藏了很多你不知道的秘密？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聊一些你每天都在做，但可能从来没想过为什么的动作。对啊，就像是为什么不累的时候也会打哈欠，还有跑步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那样自然地摆动手臂？你可能会觉得不就这样吗？很正常啊。但我要告诉你，这些小习惯背后其实都藏着超酷的科学，而且他们的真正目的可能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哦。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当个身体的侦探吧，一起来看看我们身体这个超精密的机器是怎么透过这些小动作，偷偷在帮我们省力，保持最佳状态的。准备好了吗？我们来揭开这2个日常行为背后超级聪明的演化秘密。好，我们今天流程大概是这样。首先呢，我们会聊一下什么是身体里的隐藏程式，然后我们会深入研究打哈欠，看看它是不是真的是大脑的散热器。接着呢，我们会解密为什么摆动手臂对我们来说这么重要。最后呢，我们会把这些点全部连起来，看看我们身体这位无意识的工程师有多厉害。OK， 我们先来谈谈这个核心概念。你可以把你的身体想象成一台超级聪明的电脑，而且它一直在背景执行一些优化程式。这些程式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效率至上，用最少的能量达到最好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的生物优化。听起来有点抽象，对不对？没关系，等一下我们看的例子，你就会马上明白这有多酷了。好，那第一个要解开的谜团就是我们每天都可能做个好几次的打哈欠。你可能会觉得就打哈欠嘛，有什么好说的？别急，这个超级常见的动作，恰恰就是我们身体隐藏效率一个超棒的例子。讲到打哈欠，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是不是觉得我好无聊，或者我好想睡觉？几乎所有人都这么想。但如果我告诉你，科学家现在发现，打哈欠的主要原因可能跟无聊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为了帮你的大脑降温。对，你没听错，就是散热 cooling down 的那个降温。这个理论就叫做体温调节理论。简单来说，它把打哈欠看作是大脑内建的空调。你想想看，当你的电脑 CPU 过热，风扇是不是就会开始狂转？我们的大脑也一样，当你在专心思考、感到压力，或者外面天气太热的时候，大脑温度就会升高。这时候打哈欠，这个空调系统就会自动启动，吸一口外面比较凉的空气进来，帮大脑降温，好让它能继续高效运作。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听起来有点道理，但要怎么证明呢？对吧？科学家总不能把温度计插到人家大脑里吧？所以他们设计了一个超聪明的实验，他们跑到2个气候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去观察路人。你看这张图，结果真的超有趣的。他们发现，在冬天冷飕飕的维也纳，打哈欠的人比较少，然后在夏天温暖的维也纳，比例就飙高了。但最妙的是，他们又跑到一个夏天跟体温一样热的地方，亚利桑那州的土桑市，结果发现打哈欠的比例又掉下去了。这不是很奇怪吗？太冷不打，太热也不打。这就说明了打哈欠是有一个最佳温度区间的。因为你想嘛，吸进来的空气如果跟冰块一样冷，那对大脑太刺激了，不好。那如果吸进来的空气跟你的体温差不多热，那根本就没办法降温啊，等于白做工。所以身体很聪明，它只在最有效率的温度范围内才启动这个降温程式。所以你看，这一切的关键就在于你吸进来的空气温度。我们的身体真的是一个超厉害的效率专家，它会判断现在这个温度打哈欠划不划算。如果划不来，像是太冷或太热，那干脆就省点力气不打了，是不是很神奇？还不止这样哦，科学家还发现了可以破解打哈欠的方法，而且超简单。下次你在开会或上课，看到旁边的人打哈欠，感觉自己也快要忍不住的时候，你可以试试这2招。结果是什么？你猜猜看。当他们叫受试者只用鼻子呼吸的时候，被传染打哈欠的比例直接降到0，一个人都没有。这就是最强力的证据了。因为用鼻子呼吸本身就在帮大脑前端降温，既然大脑已经凉了，那身体就不需要再多此一举去打哈欠啦。好，所以我们知道了，打哈欠其实是你大脑的散热系统，这真的是一个很酷的生物优化例子。
不过呢，我们身体对效率的追求可不只用在大脑咯，它甚至还内建在我们最基本的动作，像是走路和跑步里面。我们来聊聊跑步时摆动手臂这件事。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个自然反应吗？可能只是为了平衡吧。甚至有些人会觉得，摆手好像很多余，很浪费力气。但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打哈欠一样，这个大家习以为常的看法，可能又错了。如果我告诉你，摆动手臂其实是一个超级聪明的省钱，不对，是省力策略呢？为了证明这一点，科学家就用电脑模拟去分析在不同情况下跑步身体能量消耗的变化，像是正常摆手跑、手垂着跑，还有把手固定住跑。结果真的让人跌破眼镜。你看这个表格，主动摆臂这一行，虽然摆动手臂本身会消耗一点点能量，但它带来的好处太大了。你看躯干旋转这一栏，它的角度是最小的，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你的上半身不会乱晃，因为手臂的摆动刚好抵消了你双腿前进时产生的旋转力。这样一来，你的核心肌群就不用花那么多力气去稳住身体。最后的结果就是，你看总代谢成本，主动摆臂是最低的，也就是说，这才是最省力、最有效率的跑步方式。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不摆动手臂，你的身体在跑步时就会像个麻花一样一直扭来扭去。为了不让自己扭得太夸张，你的肚子、你的背，也就是你的核心肌群，就得拼命用力，那当然就会更累、更耗能啦。而且这个省力原则，就算你手上拿着东西也一样有效。你看，实验发现，提着重物走路时，让手臂自然摆动，竟然比你刻意把手固定在身体两侧还要省下7% 的能量。你可别小看这7% 哦。对于需要长途跋涉、搬运食物或工具的我们的老祖宗来说，这点点滴滴省下来的能量，可能就是生存的关键啊。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有多聪明。它不只是被动地承受重量，而是会主动地把这个重量整合进它天生就懂得最省力的运动模式里，真的是太厉害了。好，所以我们聊了打哈欠，也聊了摆手臂，这两个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行为，其实都指向同一个超级有趣的核心概念，那就是我们的身体里住着一位你从来没注意过的超级工程师。我们来总结一下。你看，打哈欠，它根本不是因为你无聊，而是你大脑的散热系统，为了让你的思考能力保持在最佳状态。然后摆动手臂也不是什么多余的动作，而是一个主动的节能策略，可以让你跑得更稳、更省力。这两个例子完美的展示了我们身体是怎么在我们完全没注意到的情况下，不断的进行自我优化。这些真的不只是我们身体的一些小怪癖而已。他们是演化花了几百万年设计出来的超级优雅的解决方案。你的身体就像一个最顶尖的工程师，无时无刻不在幕后帮你调整参数、优化性能，确保你这台人体机器永远都跑在最高效的模式。所以下一次，当你忍不住打了个哈欠，或者是在外面跑步，自然的摆动手臂时，希望你会想起我们今天聊的。记住啊，你身体里有一位超级工程师正在默默工作，然后你也可以开始好奇，除了这两件事，我们身体里还藏着多少这样聪明的秘密呢？搞不好你每天做的某个小动作背后也有一个超级精彩还没被发现的故事哦。这个问题就留给你慢慢思考了。